手伸到中国航天，欧洲公然反水，指望中国能好欺负吗？太愚蠢，这下航天员只能躲在飞船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坦观察室。欧洲航天局的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因为预算有限，所以不再计划向中国天宫的空间站派遣宇航员。上世纪80年代这个中国和欧洲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展开。2001年的7月，中欧呢签署了双星计划的合作协议。据悉是双方开展的重大空间科学项目的合作。而此后那些年呢，双方不断在扩大航天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拿19年嫦娥4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当时搭载的就是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仪器和设备另外，去年的10月份，欧洲宇航员飞越北京上空时，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中国古文，一度在中国是拉满了好感。如今突然停止向中国的空间站派遣宇航员，真的是缺钱吗？前不久，欧洲的航天局才通过170亿欧元的年度预算，就这一数目，可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航天局都阔绰的因此呢，显然不是缺钱。既然不是缺钱，那是为什么？近日，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社长对此表示呢，这是欧盟航天局对美国的卑躬屈膝从这个角度，不禁让人想起这些年来美国在航天领域对我国使的绊子。过去我国希望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弹系统的建设一旦建设成功，我国呢将会获得100%使用权以及20%的拥有权。然而，美国见状开始从中作梗，先是承诺给欧洲航天局呢进行授权，紧接着又承诺进行资金上的支持。在连番的忽悠之下，欧洲航天局最终还是妥协，和美国站在了同一条船上。只是欧洲航天局呢，没想到的是，美国会翻脸不认人。在05年与我国结束合作之后，美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此前承诺给欧空局的一个也没有实现，完全像是失忆了。那么无奈之下这个欧空局又重新的祈求与我国合作。那么现在欧洲航天局又出现了反水的迹象，很难不让人怀疑这背后是否又是美国在捣鬼？近些年来，中国在包括航天等多个领域上的发展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和忌惮。为了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该国也没少在航天领域对我国下黑手。不说别的，美国现任 NASA 的局长比尔·尼尔森就是一个典型的对中国航天不怀好意的人他曾不止一次的针对中国航天比如说炒作我们计划霸占月球上的矿产资源比如说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指责我们的航天不透明。而基于此分析认为呢，此番欧空局把手伸到中国航天，那么很有可能是借此向美国表忠心。只是不得不说的是欧空局太过愚蠢，如果其一旦失去了与中国的合作，那么损失也必然是巨大的。就目前而言，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欧空局是世界上航天领域最强的但美国过去的这些年早已经把重心放在了重返月球上，而至于俄罗斯，光是欧洲航天局中不少国家当前正在频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就不大可能会搭理他们，剩下的也就只有中国了。只要是欧洲航天局在与中国航天断绝合作那航天员今后就只能躲在他们自己的飞船里。况且真别指望中国好欺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步步紧逼到现在，我国的耐心和仁慈已经耗尽欧空局作死，那么中国也绝不挡着。但未来如果有一天回过头来又想要与中国合作，只怕那时候就不可能了。毕竟机会只有一次，中国也已经给过了也是他自己不够珍惜。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